夏威夷快递东风27进入美国视野，8000公里外打击航母会不会成为现实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在1999年国庆大阅兵上，东风17的亮相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当时就带来了一个疑问：这样的导弹技术会不会普及到其他导弹上？比如射程更远的东风26，会不会也换上水漂弹头呢？该来的总会来，随后就有了中国可能在研制东风27的消息。甚至美国人比中国还关心东风27的进展。前几天，美国国防部的大量最高机密文件被泄露，其中就有很多涉及到东风27的消息。其文件显示，2023年2月25日，中国实施了一次东风27高参数滑翔弹头的飞行测试。该弹头飞行了12分钟，飞行距离超过2100公里。根据美国人的换算，声音的速度在海平面是每小时1224公里，也就是每分钟飞行20公里。东风27在12分钟内飞行了2100公里，说明其巡航速度接近于9马赫。如果去掉起飞阶段的加速度时间，巡航区间它的最大飞行速度有可能达到10马赫左右。美国人认为，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配上高超音速滑翔弹头之后，其射程将达到7000到8000公里。因为采用水漂弹头，其最大射程可以提升将近1倍，平均速度在8到10马赫之间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国都有了东风26这款核常兼备的弹道导弹，甚至也是中国第二种具备反舰能力的弹道导弹，为什么还要研制东风27呢？首先，中国需要一款夏威夷快递。我们知道，中国的周边有2条岛链，而关岛是位于第2岛链的末端。关岛之后呢，美军还有第3条岛链，其核心就在夏威夷。而夏威夷距离中国大陆7000到8000公里。我们知道，夏威夷是美国太平洋战区和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所在。如果美军企图武力干涉台海事务，那就离不开第2岛链上的关岛和第3岛链上的夏威夷的基地的支持。而且美军现在正在不断的加强关岛和夏威夷岛的反导能力建设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光有东风26还是不太够的。而东风27可以先用于打击美军的要地防空目标，为东风26和其他远程巡航导弹的后续打击创造更好的条件。如何打击美军岛链上的目标和太平洋上的目标，解放军不需要做选择题。东风27的出现本身就是对美国人的一种警告。另外，这么远的射程也能够将分散在太平洋上的美军舰队纳入打击范围，这可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了。于是就带来了第2个问题：东风27有没有成为一种新的反航母的手段呢？弹道导弹打航母技术本身就很难，而且有可能涉及到弹头载入大气层时要减速的问题。而东风27的弹道更加不可预测，且形成的黑障也不会太严重，这就为中国军队以东风27进行全程通讯创造了可能，甚至呢可以实现 A 射 B 导，这就为打击航母战斗群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选择。如果说东风26是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，那么东风27就像是飘忽不定的幽灵刺客。在如何打航母的问题上，我们同样不需要做选择题。以东风27的体量，再为它配上高超音速的水漂弹头，那么8000公里外击毁敌方航母战斗群也不是不可能的。这不但预示着美国航母对中国威胁的终结，甚至只要他们跑到亚太地区，就可能变成送人质、送人头。最后，美国情报泄露的东风27可能是一种试验信号，这意味着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未来也有可能会采用水漂弹头。那就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了，美国人所透露的东风27的试验只不过是中国弹道导弹使用水漂弹头的试验信号。我们以后还有可能会在洲际弹道导弹上
使用水漂弹头，让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变成没有用的废物，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美国情报系统泄露了东风27的试验，有人就会提出来，会不会是美国间谍在中国有线人？其实东风27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弹道不可预测，几乎难以组织其有效的拦截。不能说美国的天基卫星侦察网无法发现东风27的飞行测试，问题是你发现了又能如何呢？这种导弹的存在就是要让你看着干着急，一旦开战只能坐以待毙。总体而言，美国泄露的情报文件提到了东风27，证明这种导弹已经开始进入测试阶段。这对美国而言，只是向其传达了一种焦虑和担忧的心情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。以后中国的各种弹道导弹都有可能换上水漂弹头，而美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项目却接连失败。现实对美国人而言就是这么残酷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